在云南正雄县武德镇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一个巨型的天坑。天坑的底部一侧有一个山洞，山洞中呢竟然还居住着几户人家。这个地方看去啊，仿佛与世隔绝一般。60年前，这个天坑还是一片无人踏足的地方。那么，在山洞中居住的这几户人家，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？为什么要搬到这么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来居住呢？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天坑的坑口，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方便的，公路直接可以开到这个天坑坑口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步行就可以到天坑去了。从这个崖壁边上的这个小道呢，咱们就可以直接步行到天坑口，在这里呢就能够看到里边的这些悬崖峭壁啊。他们以前出山的时候呢，这些其实是没有这个石梯的啊，都是后来呢好像是慢慢的有点出名了啊，然后才做的这个步梯。刚下来没走几步呢，咱们其实已经能够看得到这个天坑内的一个景象了，人呢就居住在那里。因为这里啊整个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嘛，所以说它下来的这条崖壁小道呢，它需要在这一段崖壁上来回的折返几个弯呢，才能到达这个天坑坑底。以前他们出去的时候呢，我感觉可能还是有点危险的，毕竟没有这个护栏嘛，这个护栏都是后来再加固的。现在我们差不多下到了2/3的崖壁，在这个小半崖的位置呢，这儿咱们还看到有一个房屋。那么上边用这些笔啊画了很多的东西，这个呢就是以前他们天坑内的一些孩子读书的地方，可以看到。这里呢就是黑板，对吧？还有写了很多的字。这个房间呢比较小，那么他们这儿的人要出去读书呢是非常不方便的，所以呢可能会有1到2个老师专门到这里来教他们读书。因为这些孩子你要让他走很远也不至于，对吧？他们从那个天坑那儿呢，这里有条小道，然后过来呢就可以在这儿上学啊，在学校读书呢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家，非常不错啊。当然了，时过境迁，现在呢，他们里面的孩子呢，也都是到外面去读书了，这里早就已经不用了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已经来到天坑的偏下部位置，从这个视角来看呢，整个天坑还非常大的，人呢就居住在那里哈。然后这个天坑内的直径呢，它有600米差不多的一个直径，那么也就是说，整个天坑的这个底部的土地面积啊，差不多有400-500亩。我们从空中看是不是不大看得出来？这个崖壁呢，它的平均高都有120多米，那么最矮的地方呢，可能有80-90米，最高的这个崖壁呢，有150米。这里呢，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天坑。如果说没有这条小道呢，咱们不用锁降的方式啊，基本上是下不来的。正因为啊，这个天坑底呢有着400-500亩的土地，所以说这几户人家在天坑中农耕劳作，依靠这里面的土地种植粮食呢，也能够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。咱们已经下到崖底了，山洞呢离我越来越近。那么看一下这下边一整片的土地啊，非常的平坦，然后都是种了很多的玉米。其实它这里面也有一些坡，那么这些坡呢，他们就不种地了。然后有一些草，可能养一些牛，然后我们看到前方那儿呢是有一些牛在放养的。这个有朋友可能会问啊，在这个天坑中不怕水淹吗？它这个地形呢确实也比较特殊，他们的那个山洞啊，从里面钻过去，其实可以延伸很远很远。然后有水流从这儿流下来呢，那个地方呢其实还有一个消水洞啊，所以说它这个天坑内呢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任何的水灾，因为消水洞也足够大，而且这里面呢也基本上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水流哈，它属于这个山腰的一个天坑。到它这个房屋的边上来看一下，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呢，有挺多的这个土墙的，一个小隔间一个小隔间的。那这些呢，就是最开始这里的人到这里来可能居住的一些地方吧。那么这个洞上边呢，也有很多的这个石笋啊，也是非常的漂亮啊，看到没有？上边。
里边呢它也是很好看，但是呢要给这个10块钱给这个主人家呢才能进去。他们这儿呢现在好像是4家还是5家，在这里呢轮流的值守这个山洞啊，也就是轮班。那么今天是这一家，明天就是那一家，大概这里就是4、5家人。那我们看到下边呢，他们正在收玉米啊，今天人也比较多嘛。其实到他们这儿来的话，参观的玩耍的人都非常多，那我也没好意思去问，因为人太多了。大概呢我已经了解了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。因为这个地方居住的这几户人家呀，他们搬到这里面来居住呢，其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，咱们其实是不太好去问这些东西哈。这个墙的这个造型啊，还建得比较的特别，一格一格的垒过去的。那么你看那儿看到没有，还有一个孔，这个孔的话是否是以前留的哨孔啊什么的，这咱现在也不清楚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里哈，它其实是有几层的这个防御墙的。那么这家这里呢有一个挺高的这个墙，从这里切过，看到没有，从这个地方隔断。然后这个房屋的前方那儿也是有一个隔离墙的，它可能是几十年前是吧，为了防御一些什么东西啊，所以说才砌了这个墙。但后来呢，这个咱们都安全了是吧，不像以前的这种野蛮时代，那么这些墙呢就拆掉了哈，所以整个这个洞穴呢也裸露出来了。这几户人家他们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呢？咱们也没好意思问，为什么呢？大约在60、70年前呀，这个天坑呢，它其实是无人踏足的一个地方。那个时候啊，云南这边因为流行一种传染病，叫做麻风病，它的传染速度非常快啊，而且那个时候呢，好像是没有办法去治疗，就像我们前2年的疫情一样，它需要进行隔离。那没办法，就要找地方隔离。所以说呢，得了麻风病的人呢，就用绳索把这些人呢锁降到这个天坑内来进行隔离。那么具体当时有多少人在这个地方隔离呢？咱们也并不清楚。但是凭我的估计呢，可能最少是上百人吧。因为我看到除了这里居住的几户人家呢，边上有一些崖壁的地方啊，也还有那个时候的这个石墙房。得了麻风病的人呢，其实是没有办法治好的，而周边的人呢也非常的害怕，哪怕你是亲兄弟啊什么的，咱们也都是离你远远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一传染了，大家就玩完了嘛。就像我们前2年的疫情一样，其实有很多人他也撑不过这个传染病。那么剩下来的一些人呢，他们可能已经在这里面待习惯了，最终这个传染病过去了之后呢，他们可能就选择留居在这个山洞中，所以他们这里呢是好几型人家。当然哈，其实也有例外，比如说我们刚到天坑口遇到的这个老人家呢，他是住在这个天坑里面现在年龄最大的。他跟我的交流啊，就是他可能在那个年代是被冤枉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本来是没有得麻风病，结果呢把他当成麻风病人呢放到这里边来了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也不太愿意去讲这些事情，而且呢，他不喜欢别人拿镜头对着他拍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如果真的要到这儿来玩呢，你还是要问一下人家啊，不要一来就拿个镜头对着人家，那不好。包括我跟你们讲的，刚刚我到那儿之后，看到他们人多，又在干活，又在那儿搞玉米，对吧？机器也比较吵，那我就算了，因为这种地方呢，来的人确实多哈，你其实也要顾及人家的感受。直到现在呢，他们几户人家呢依然在这里过着农耕田园的生活哈，有可能不久的将来呢，这个地方会开发成旅游景区也说不定啊。总之呢，人们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山区惬意的原生态的生活，不是吗？天坑内这几户人家他们的来龙去脉呢就是这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现在呢，我在我们村里边，就是前几天嘛，我不是在这个山上，2个老人家那里买了一点鸡蛋嘛，当时没给钱哈。那个好多网友呢都说我不应该这样欠账哈，应该把钱给人家，确实也不应该这个欠人家老人家的钱啊。所以我今天上去呢，把钱跟他带过去，然后看看有没有鸡蛋。再买一点哈，给大家看一看哈，我家就是住在这个位置的。
然后呢，从这里公路弯过来，弯到这个下边，然后从这儿小道上来，再经过这个竹林过去呢，就到这两个老人家住的地方了啊。步行上来也不远的，快一点几分钟就到了。哇，大家看看这个竹林里面的竹笋都长出来了，这么粗。这个竹笋也是特别好吃的。也没有人在家里，到哪里去了？今天没有搞这个竹编了，好像。土里看看有没有。你这外边这些路包个人也死掉的啊！你摘掉，摘的花样啊摘。啊，这个活，这边明天他一开就不干了。你干了好久了？你从头一开始干的哦。你从哎，你这玩意儿涂掉好几天呢。一天那个，好几多。你不白吃回家吃饭呐？中午去了的？我没去过下午啊。下午几点钟吃饭呢4点钟嘛。好吧，接下来连续要干20几天喽。你挖洋芋啊，这好宝贵啊！自己都干不到哦。挖洋芋、炸烧、烤炒，一个月干到都好多天了，20几天，一个月都干不到。你少干点嘛，明天就可以少干点的。挖洋芋可能要挖10几啊。你有鸡蛋没得屋头？走啊，我去搞点鸡蛋，我只要把钱拿给你，欠你的钱也没拿给你。要几个？啊？要几个？要50个就行了噻，上次也50个，我正好带的钱也刚好够。我给半坨莲花白。这个才你没倒油哦。也全部是虫死最高油。来嘞！哎呦！你这个还是爱整点油啊，倒下你就全没虫。哪里呢？你拿东西，你说你这做这东西一样都不倒油？不倒油。我都不敢倒。原来我这养鱼都习惯倒。我说倒了才危险的很呐。哦，你见不到这种药是吧？裸体都见不到的。这个火装机的话，它车这个垃圾一点都投不到。不管是小松果、老树叶打40叶给对，火上个没了，一根都没有坏事。你挣的没挣啊？就是呢。啊？就是么物有90路上给。我了一桌你卖69。算是的50个，是的50。1万多。我现在100个找150噻。哎，100就行了，我拿了两个莲花白。有了。还有10块。不捡了，行了，拿不着，不捡了，走了。不是的，要不到。行了，找150。可以了，这样也行了。给钱的。不捡了，我走了，不耽误你干活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鸡蛋也买到了哈，买到鸡蛋了就回去了，不能在这里耍。他们现在这个特别忙。这两个老人家真的是很勤劳，种那么多的地，然后这个除草啊、挖土豆啊什么的。他说接下来1个多月的话都要连续干活，没有时间玩的。太勤劳了哈，还种那么多。咱也不能在这里耽误他的时间。本来说想耍一下，都算了，走了，不耽误他们干活哈。